你发了100多个视频，还是没有顾客记得你，还是不能变现，没有人跟你买物资，没有人加入你团队，为什么呢？那今天来探讨为什么很多 property agent 在创造个人品牌的路上呢会失败的原因。嗨，大家好，我是 Adrian Xiao，我是 iQIA 的副总裁 Vice President， 目前团队有超过1200个人，从以前到现在也做了超过3.1 billion 的业绩。我的愿景就是呢，帮助那些碰到瓶颈的 property agent 突破，并且达到5位数的收入。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学习 anything about marketing 啦、销售啦、带团队啊、agent 的 mindset 啦，记得订阅这个平台，我会分享更多的 topic 跟视频来帮助你。那我们先讲回来。创造个人品牌呢，其实用意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错误的观点就是，我创造个人品牌呢，就是为了让顾客来跟我买屋子。我觉得那个是 eventually 会发生的。但我们创造个人品牌，就是我们在拍视频，我们发了每个视频的那个purpose 呢，其实就是要让顾客记得你。我们讲 branding 有4个 part，OK， 看见你 ，OK， 喜欢你，记得你。跟最后是相信你，他如果不相信你，他不会有任何的一个action 的，either他跟你买屋子也好，还是介绍人给你，他加入你。所以我觉得今天呢，你不用去太执着于有没有这个 end result， 你要想记得的反而是这些。顾客看到你了过后，他要喜欢你，喜欢你过后要记得你，这样子呢，那我觉得今天做个人品牌很多人失败原因就是他们太过追求attention， 很 counterintuitive， 对不对？这么今天我做个人品牌，我不要去追求 attention 呢？我觉得追求attention 就是眼球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要拿到对的眼球。很多人为了要要增加他们的 view 他们所做的那些 content 呢，就会不跟他们房地产没有关系。比方说，他们会 focus 太多。OK， 我知道 social media 有很多 trend 嘛，对不对？有很多不同的那些 fun 的whatever 啦。但是今天这些 fun 的那些 entertainment 的那些 video 引来的人呢，是对的顾客群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要去想因为我觉得多不代表对，所以今天你 post 很多视频都好啦，可能有很多是很爆很多 view， 但是为什么到最后没有变现呢？有可能你一直引来的人是错的人，那是第一。第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你的定位。那我们讲回定位 positioning， 就今天讲说，每一个人看到你的 video 跟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他会想起什么东西？像我觉得今天大家听到我名字，一定想要一个 marketing。Right， 这样当然渐渐的、逐渐的，可能也会想到是 leader 啦，因为我也是讲很多 leader topic 了嘛，最近。像今天人家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我们要去想的。如果他听到你的名字，他想到的是那个整天做那种很好笑的 video 咯，很 entertaining 的 video 咯，这样今天他会 relate 到你是做房地产的吗？他会relate到你是一个房地产的 leader 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right？ 你可以时不时有一些跟 entertainment 有关的 video， 但是如果你每一个 video 只是为了抢眼球而拿这些人来，这样他们根本 relate 不到你呢。今天是在卖屋子，或者是你这个房地产领导，你要带人的，这样你觉得后面那个 part 相信你变现那个 part 会发生吗 ？No， 不会发生的，因为你引来的人呢根本没那个 intention。所以我们每次讲今天你在做 social media branding 的时候呢，其实你的 video 就好像一个我们讲饲料 ，OK， 一个 hook，OK， 你要钓鱼现在钓鱼你要有对的那个鱼饵，钓上去才可以钓到对的鱼嘛。比方说比较大只的虾，钓到的一定是比较大只的鱼，因为小只的鱼根本吃那个虾它根本不会被 hook 到，对不对？用蚯蚓去钓到比较小只的鱼，对吗？所以今天你所放的东西就是引要对的人回来。这样如果今天你全部都是 entertainment 的，这样来的人他们是为了 entertainment 而来，这样最后你要卖屋子你要 recruit他们会进来吗？小部分会，但是大部分不会咯。所以我觉得定位真的很重要，不要为了抢 attention 跟眼球而今天放弃你的定位。OK， 再来讲多一个东西，用对的鱼饵。假设今天呢，你的 video 是讲分析这样子买一个对的房产，还是哪一个 area 的 property compared to 哪一个 area property 会比较好 analysis 的，这个 topic 我可以讲是比较重跟比较 heavy， 然后也比较 boring 的 topic。但是如果那个对的人来看这样他是不是从中他得到很多资讯，跟他会开始呢？我觉得这个派就要喜欢你，因为呢你给到他对的东西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开始喜欢你了过后可能他就开始关注你，就会一直接下来看你的 topic， 看够多了他们讲过一个 study， 一个人要记得一个 brand 或者是一个人的名字他要听至少37次，想回去
人家要记得你要37次啊，这样他至少要看37个视频吗？他才会记得你吗？这样如果今天他连喜欢你都不喜欢你啦，他会继续看你的视频啊？不会了咯，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提醒他你的 branding 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你要给他一个他会一直想看的 topic。所以我觉得穿插一些 entertainment 是 OK，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让人家看到你人性的那一面嘛。啊，如果你全部都是 entertainment，你吸引都是错人啊，不会变成你的 conversion 啊。所以讲回你的 topic 讲回去有可能会比较 boring，来，因为你讲的是这样子选好的房产啊 ，compare 两个 area 的地点啊，或者是你是讲 property agent topic， 讲说这样子做 calling， 这样子约顾客，这样子减少顾客放飞机的那个几率，这种 topic 都是我觉得比较 heavy 的 educational 的。但是如果愿意听的人他们接下来呢一定会记得你。然后我觉得还有多一个 point， 很多 property agent 呢，他们因为都是在近2-3年呢才开始做个人品牌的，所以大家都很自然的会选短视频为主咯，因为大家都讲现在是短视频的时代，所以你不做短视频就会miss out 了。但我会讲说短视频一定要配长视频，一定这是标配的，因为呢今天短视频是1分钟，很多人有可能会因为那1分钟认识到你，看知道你，他会开始 follow 你，然后你其他的视频也是1分钟，他如果我们讲37次啊，如果他看你37个 video 了 ，OK， 每一个才1分钟啊，这样子才37分钟。你要这样子让一个人用37分钟就可以记得你，然后直接加入你呢，很难的吗？所以呢，你要有给他更长的机会来接触你。我觉得有一个方式，让他没有跟你one-to-one见面之前呢，就是给他看你的长视频。所以我觉得要 mix。如果你们都是用短视频来找到很多顾客群的话呢，我觉得跑不掉可以的话，做长视频放在 YouTube， 然后在你的全部 social media 平台尽量把他们引来看你的长视频，因为唯有这样子呢，才可以让他真正从你的身上得到东西。whatever 你所分享的知识，我觉得很难在1分钟内教人啊，甚至我讲你做30个 video 是30分钟也很难去教人啊。但是如果你今天做一个长的视频，真的是在讲一个 topic， 讨论任何 topic 都好了，其实那个人看了1个过后呢，他会看第2个，他会看第3个、第4个，慢慢的他开始听了你，我讲可能超过10个小时 maybe。可能分分钟超过100个小时，如果你有更多视频了这样他们听了我敢给你担保一个东西，他如果愿意听你超过10个小时了，他相信你了不然他怎么要一直要听你的东西？所以慢慢呢，你从这里就会有很好的 conversion。我觉得很多人做错怕的就是他们以为呢，我有在 social media， 我在那种TikTok 啦、Instagram 啦、Facebook 啦、小红书有很多 follower 就是一切。我觉得那些会给到你一些，当然 recruitment 也好。顾客群也好会有的，但是我觉得真正会比较 quality 的，就是那种 intention 最强的啦，就是有看过你长视频的 agent。所以得算我们在2025年呢，我们团队我们有很鼓励我们的每一个团队呢，除了做短视频之外，在 YouTube 一定要有 channel， 一定要有一个 channel 来让这些想要跟他学多一点东西的人呢，有地方去听他长的视频。但我觉得 mix 短视频跟长视频你可以开始引很多人进来，然后那些长视频的 agent 呢，他们做了 maybe 2个月到3个月就已经开始看到成绩了。有些甚至YouTube 的 follower像我其中一个 agent， 他 YouTube follower 好像才刚刚破500，他刚刚破500但是他的 video 在去年呢帮他关了3个 case， 那3个 case 每一单都是差不多3个 million， 所以那里10个 million。所以我讲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发生？我觉得是刚好他有讲到一个 property 开箱，然后那个顾客看了喜欢，就继续看咯，看了过后觉得那 agent 可信，就找他，然后就这样子介绍多2个朋友来一起买。所以 in other words， 我觉得你短视频1分钟，你真的很难让人家马上相信你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很大的致命伤，就是太多人呢，他们追错的眼球，那是第二，他们没有invest 在让顾客相信你的那一个 part。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会给一个很 quick 的 solution 给大家，来 suggestion 给大家。如果今天你是要在房地产做个人品牌的呢，第一，你定位一定要对。每一个 topic 呢，你一定要环绕回 either 你讲是 property selling 的东西，你今天你是一个 leader， 你想要做 recruitment， 就讲 agent 的痛点的东西，给 advice 的东西，一定要对，不要 mix 千万不要 mix。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像我刚才讲的4个，看见你喜欢你，记得你跟相信你，这个 part 呢，你一定要让他有一个机会可以相信你。我觉得就是要通过长视频。
So 今天你一定要 mix 这两个 strategy 起来啦。所以你会讲，诶，这样长视频要 edit 多吗？不用了，我觉得长视频的 more on 人家会看你的 video 15分钟、20分钟呢，他不是来看你的 effect 多给的。他是来听你讲的 topic 的，所以你只要讲的够清晰，他们可以听得懂，麦一定要有啦，这样他们就可以容易吸收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了。然后第三，我觉得对的余额咯，right？像今天你要引对的人出来，你要给他看对他有 relevant 的东西，不要整天只是为了盲目的去追眼球，去做一些来可能帮你引到错的人来了。有时候我跟你讲个东西啊，很多人会讲说，不要紧啊，错的人来给他 follow 我先咯。这样我跟你讲，social media 是讲的。如果这一群人来 follow 你他会尽量把你的视频给多一点的这样的人看的嘛，这样你就会一直拿到错的人哦。这倒不如我一开始我就跟他讲，不是，这不是我要的人，我要的是这一组，来他们喜欢 education 的 content 的啦，这样他会找对的人给你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不要为了盲目的去得到眼球，所以你就用错的方式去引错人来。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如果大家做得到的话呢，今天呢你的那个 branding 呢会做得比较顺，而且讲真你也会做得比较开心。因为慢慢你会收到很多人的 feedback， 跟你讲说，哇，我看了你的视频我学了很多东西谢谢你来分享这个。我跟你讲我以前我做 live 的时候呢，这个是我最大的动力。当每次我做 live 做了过后，可能开始就有人 PM 我讲说，哇 ，bro， 你 share 这个 topic 很好帮我什么whatever，所以我改了这个，我的广告变好去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东西。但是你要这样子得到这样的 effect 呢，我觉得你的 topic 真的是要吸引对的人，跟你要真的有给到 value 跟 content 去而且我跟你讲，以前我做 live 嘛，每一个 video 都超过1小时。但如果真的是每一个都有去看我视频的，他们会记得我，跟最后相信我咯。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呢做短视频已经是很好了。我是觉得你很厉害了，你会做短视频，因为呢，其实你要把你所会的东西讲去1分钟，其实会比较难compared to 做长视频，所以你已经是 you are there 了。这样能不能你接下来呢，有些 topic 你可以讲的比较深一点点的，你就把它录成长视频放在 YouTube， 给你的 follower 去学习，让他到最后相信你了，就可以变现了咯。他跟你买，不然就加入你的团队。OK，so 如果今天你这个视频有学到东西的话，记得把这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些 especially 有在做 branding， 但是他们做到好像迷茫这样，然后一直没有很多 result 的，OK， 可能有 follower， 但是就是没有人 join 他们，没有人敢买屋子。把这视频 share 给他，可能他犯了我们刚才所提的几个错误，让他有机会去学习到。然后你本身如果也学到东西的话呢，你可以关注我，因为我接下来会做更多这样子的视频，来陪你走你的房地产的事业啦，我们一起突破。